送外卖是一份辛苦的工作，有时候你会遇到友好的客人，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地方，但有时候你也会遇到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经历。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外卖员的诡异经历。陈海是一位勤奋的某团兼职夜班骑手，每天晚上8点至12点，他都会坚守在岗位上，为了补贴家用而努力工作。身为一个农村人，他曾经听老一辈的人谈论过一些神秘的灵异事件，但他总觉得这些事情匪夷所思，不敢相信。然而有一天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至今回想起来，他仍感到浑身冷汗直流。那是2022年10月的某个晚上，陈海准时上线。当晚正下着小雨，风凛冽地刮着，树叶随风飘落。尽管天气糟糕，他仍然坚守在配送岗位上，因为他们站点的规定是无论天气如何，都必须为顾客提供最优质的配送服务。当晚订外卖的顾客很多，因为夜班配送人员很少，站长在群里不断提醒着骑手们要加快配送速度，同时也要注意骑行安全。从陈海上线到即将下班的时候，他已经配送了20单。虽然单子不多，但由于配送路线、配送距离等因素，他已经忙得不可开交。快到12点的时候，他已经送完了最后一单，心里也感到踏实了。他正准备申请下线，这时语音提示他：“你有新的某团订单，请及时处理。”他感到十分倒霉，但既然有单子，他必须为顾客完成配送任务。这一单是从万达广场接到的，地址留的是9楼，没有写具体房号，到了再打电话吧。这是最后一单，陈海想着送完这单就可以下班了。他取到餐后，因为时间充裕，骑得比较慢。他发现海城这座城市政府真有钱，下着雨，洒水车还在不停地在道路上洒水，冷风不停地刮着，树叶随风飘落，预示着寒冬已经来临。这鬼天气真的很冷，陈海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快到小区门口时，他看到一个穿着白衣的人影在向他挥手，难道是顾客？他加快了速度，因为在这样的天气里，不能让顾客等太久。一阵冷风吹来，夹着雨水拍打到脸上，他眯了下眼睛，再次望向小区门口时，人影却已经不见了。管他呢，也许不是等外卖的人。陈海骑车进入小区后，突然感到车子变得十分沉重，尽管油门一样，车速只能达到20码左右，远不如平常可以达到的60码。老一辈的人曾说过，夜间遇到车子突然变得沉重，可能是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就像农村里经常传说的鬼拖后腿或鬼压车。陈海想着这些，不禁打了个冷战，心里一直告诉自己，可能是车子出了问题。这时，一阵凉风从背后袭来，夹杂着一股奇异的气息，让他感到非常不安。终于到了楼下，陈海从配送箱里取出外卖，快步走进电梯。他一进入电梯，就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异的气息，让他不禁有些不安。虽然电梯内只有他一人，但他觉得好像周围一直有人。他按下了9楼的按钮，电梯开始缓慢地上升，发出吱吱声响。但就在电梯即将到达6楼时，灯突然熄灭。在应急灯的昏暗灯光下，他隐约通过电梯墙壁的反光，看到自己身后站着一个白色衣服的人影。他恍惚了，刚刚明明只有自己一个人在电梯里。他感到非常紧张，脖子后面被一阵阵冷风吹袭，阴冷而带着奇异的气味。他不敢回头，因为他曾听过农村人说，遇到不干净的东西时，千万不要回头，否则魂灵可能会被勾走。他的身体颤抖不止，目不斜视，一直盯着电梯门，直到终于到达9楼。他大声咳嗽了一声，楼道里的灯亮了起来。
这一瞬间，他感到安心了不少。但按照顾客留下的联系方式拨打电话时，却发现号码为空号。这层楼有3户人家，深夜时分，他不可能逐户敲门，因此他只好在楼道里等待，试图通过在线联系顾客，但灯一下亮一下灭，让他只好不断咳嗽着，以保持灯的亮度。5分钟过去了，顾客仍未回复，他只好报告站长联系不到顾客的情况。但就在他准备下楼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声响。陈海回头一看，发现有户门突然打开了。他大声问道：“是你点的外卖吗？”但没有人回答。突然，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，白色的衣袖，苍白的手。陈海把外卖挂在手指上时，不小心触碰到了那只手指，感到十分凉。那一瞬间，他浑身发抖，心想着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。他说了一声祝愿顾客用餐愉快，然后转身准备离开。这时，身后传来一声谢谢，声音拉得很长很长，听起来让人起鸡皮疙瘩。他急忙进入电梯，心想着尽快离开，今天一定碰到了邪门的事情。但就在他按下1楼的按钮准备离开时，电梯门合上后又打开了。这反复发生了5、6次。他大声咒骂着：“他妈的，今天真是够邪门的！”陈海从电梯中走出，重新回到9楼。他发现正对着走道的门竟然还没有关闭，只有一条缝隙，就像刚刚被打开时一样。然而，就在他注视着门的时候，身后的电梯门突然关上了。电梯以惊人的速度向下一层一层的快速降落。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倍感不安，不禁开始想象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作为一名外卖送餐员，陈海已经从事这份工作1年了，一直过得平平安安，并没有遇到什么特殊的事情。今天发生的这种情况，是他以前从未遇到过的。他站在9楼的走道里，一直注视着那户留着门缝的门。他有一种感觉，好像门里面有什么东西一直在对他呼喊着：“进来吧，进来吧。”走道的灯突然熄灭了，让他感到很害怕。他大声咳嗽着，突然灯光又亮了起来。夜晚很静，没有一点声音，这种安静让人感到很可怕。偶尔有一丝微凉的冷风从背后吹过，让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。陈海想走出过道，但他一直没有勇气。过道里没有任何光线，黑漆漆的，充满着诡异的气息。他意识到今天遇到了灵异的事情，无论他想逃跑还是面对，都无法逃避。他想到了年迈的父母和依靠他养活的家人，他还没有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，也没有尽到让家人过上温暖、幸福生活的责任，就这样要死在这里了。他一直注视着那扇门，想了很多，也许是错觉，但他发现那扇门开着的缝隙慢慢变大了。陈海屏住呼吸，不知道门打开时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。既然无法逃脱，他只好放弃逃跑的念头。他鼓起勇气，一直注视着那扇门。缓慢打开的门传来吱吱声响，陈海不禁感到紧张，想象着电影中的场景，可能会出现一只恐怖的僵尸或者穿着白衣的女鬼。他摸着自己的脖子，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危险。但在他即将绝望之际，他突然发现自己脖子上挂着一块玉佩，这是他和妻子在九华山拜佛时购买的。店家称这块玉佩经过高僧开光，在寺庙门口长期沾染了香火气，可以驱灾辟邪。原本无神论者的他，因为妻子的信仰，经常会一起前往寺庙祈求保佑。此刻，他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，紧紧攥住玉佩，把它从衣服里取出，发现雕像是观音菩萨，男人戴观音，女人戴佛。他祷告着，希望南海观世音菩萨能够保佑他脱离危险。当他拿出玉佩的瞬间，门突然停了下来，从门里吹来了阵阵冷风。他举起玉佩，
阴风像是遇到了什么挑战或阻力，围绕着他不停地旋转着，越来越快。他感觉自己像是大海中的孤舟，被漩涡所困，无法寻找到岸边。阴风变得愈加狂躁不安，他默念佛号，攥紧玉佩，他成为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。他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，但此刻他只有和玉佩一起对抗着，期盼着有人从这边经过，能够救救他。他大声呼救，但声音好像被什么东西包围着，传不出去。阴风越来越猛烈，他浑身颤抖着，死死攥紧玉佩，将它放在胸前。僵持了一会儿，他听到了咔嚓一声，玉佩从中间断裂成了两半。陈海的心情沉闷至极，他感到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他的内心沉默地深入海底，再没有丝毫的希望。今天注定是他要在这里交代一切的日子。门彻底打开了，陈海被从背后推到门口，他挣扎着使出全身力气与门对抗，但是他却无力回天。门是那么的强大，而他却是如此渺小。他不知道下一刻踏入屋内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。陈海知道该来的终究会来，他被门推进了屋内，一股刺鼻的煤气味迎面扑来，让他感到突然窒息。屋内微弱的灯光下，电视正在播放爱情剧片，而茶几上堆放着乱七八糟的啤酒瓶。他知道煤气泄漏了，但是在踏入屋内时，他反而没有那么紧张害怕。他赶紧冲到厨房，关上煤气阀，即使被灵异害死，他也不愿意中毒而死。他把阳台上的窗子全部打开，使得屋内的煤气味没有那么刺鼻了，好了许多。他观察着屋内的摆设，除了沙发、茶几和电视柜，男女主人的结婚照也摆放在那里。女主人是那么的漂亮，而男主人也英俊潇洒。在结婚照旁边摆放着他们宝宝的照片，有百天照，也有幼儿园的照片，孩子看起来是那么的活泼可爱。他大声喊了一句：“有人在家吗？”但是没有回复。他感到特别纳闷，电视开着，客厅里的壁灯也亮着，怎么会没人呢？而且此刻那阵阴风没有再围绕他了，居然消失了。他走到卧室门口，用力敲了下门，里面没有声音。他攥紧门把手，想着打开卧室的门，但是不知道门打开后，里面将会出现什么。好奇心促使他还是打开了门。借着客厅的灯光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镜子，镜子上有4个血红大字“生无可恋”，吓了他一跳。他赶紧打开卧室的灯，屋内的景象把他吓傻了。墙壁上到处都是血红的字“生无可恋”、“回心转意”等等。床上躺着2个人，一个看起来30多岁的女子，还有一个7到8岁的小孩。他赶紧拉开窗帘，把卧室的移门打开。他知道他们煤气中毒了，现在要保持空气流通。他拿出手机，此刻手机居然有信号了。他匆忙拨打了120和110，告诉了这边的情况和位置。他期盼着他们能及时赶到，救救这对母子。此刻他们静静地躺在床上，陈海不敢靠近。在床沿下有张纸，他捡起来看了下，上面写道：“亲爱的涛，我是万般舍不得你，不知道你为什么狠心抛下我们母子。儿子是那么懂事可爱，我们相恋于大学，一直到现在。我们曾经牵手在泉河桥，相对发誓，不管以后日子如何，我们都要白首偕老，执子之手，永不变心。想起了曾经的往事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们一起奋斗，一起拼搏，终于有了自己的店面，也有了自己的生意。经过8年的坚持奋斗，现在生意好了，我们买了自己的新房，也有了车子，也有了存款。在这期间，上天眷恋着我们，送给了我们乖巧可爱懂事的儿子。可是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们当初的誓言啊？你最近整天彻夜不归，
我以为你生意忙，应酬多，每天都在家期盼着你的回来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你在外面有了小三。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共患难，不能同富贵吗？当你今天提出离婚的时候，我彻底绝望了，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，一切的一切都是灰暗的，我真的是生无可恋了。我想到了死亡，可是我舍不得儿子，留他一个人在世，孤苦伶仃，生无依靠，我只有把他带在身边，才能安心。亲爱的涛，我曾经是那么爱你。看着看着，陈海眼睛润湿了，深深叹了口气，惋惜这对母子的命运。救护车和警察同时赶到了现场，在医生的救护下，因为抢救及时，女子和小孩慢慢清醒了过来。陈海也现场做了笔录，只是省去了白衣人的存在，撒谎说送餐到了，发现门开着缝呢，然后就发现屋子里有煤气味。直到凌晨3点多，陈海骑车才离开了小区。在小区门口，回头望向那座诡异的大楼，一位白衣人站在顶楼向陈海挥手。他没有开始那么害怕了，转身挥手，同时也说了声谢谢你，白衣人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，也感谢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